世界末日又往前靠近了一步，2027年还看得到我吗？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时候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又会有核弹爆炸，然后整个世界就灰飞烟灭。不是那个，不是的，而是呢，我们看到了在2026年的2月5号。这个日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日子呢，就是美国跟俄罗斯之间最后一份互相可以监督对方、管控对方核武发展的这个条约正式到期，而且目前看起来似乎双方都没有要继续续约的一个意愿。俄罗斯是说有啦，但川普不想跟他谈，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如果不会续约的话，美俄之间这项条约互相监控对方就失效了，失效了又如何？失效了就代表未来双方可能不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我不知道你的核武状况，你也不知道我的，那一次误判很可能就天崩地裂了。好，那于是乎呢，才会讲2026年的2月5号这个日子，大家要记起来。很可能在2月5号之后，你就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核武的扩散，特别是美国跟俄罗斯之间，再也不知道对方在发展什么核武，那到底会对世界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个世界的核武发展又是如何呢？今天我们好好带你来看哦。过去这50年，你说这个世界没有到非常和平，但是至少也没有那种再给你炸一颗原子弹，给你丢一个核子武器吧？那你这样的和平是怎么换来的？是人类的善良吗？没有这回事的，人类的字典没有善良这2个字 ，OK， 我的有，它的世界上不知道有没有。好，那但是呢，没有善良这2个字，凭什么呢？凭什么有这样的和平？大家不敢再丢原子弹呢？凭的就是互相监督，凭的呢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凭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条约。那于是乎呢，这样的条约其实是很重要的哦。虽然你说有条约在那里，但是我可能还是私下发展我的，但是大家不敢在明面上发展嘛，大家还是感觉有一个隐形的条约在那个地方，互相你说良心被狗吃了，但是至少有那么一点吧。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美国跟俄罗斯之间，还有其实世界上呢都有一个这个就是核不扩散条约，有这样的一个条约在的哦。好，那当然呢，它就某种程度上限缩了大家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去发展核子武器，不敢随随便便的丢一颗核武，然后把地球给炸烂掉，没有这回事嘛。但是呢，现在世界不太一样了哦。我们来看到川普是不是改写了那游戏规则哦？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到了最新的末日钟，科学家呢他们有一个末日钟，然后又把它调快了。现在呢，这个世界上人类距离世界末日那个末日钟叫85秒，85秒是史上最接近世界末日的一个时间点。好，那当然就是一个数字的概念啦，只是说，哎呀，大家距离那个很可能爆发核子武器战争又近了一步，那大家直接会定义嘛，爆发了这个世界性的核子武器战争，那就是世界末日嘛。所以呢，距离那一天有多近？85秒。好，那是意义上啦，你不知道这85秒中间，说不定外星人都打来了，对不对？你谁知道啊？不知道。但是呢，意思就是现在世界很混乱，包括地缘政治的紧绷，包括了川普给人家的不确定性，然后包括了你看美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条约又不续签，这些呢都是让这个末日钟又往前加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今天我们就好好来聊聊，那世界上的核武状况到底是如何？我们刚刚一直讲到的这个美俄之间啊不续约2月5号就到期的这项条约叫做什么呢？这项条约呢念给大家听，叫美俄的新战略武器的裁减条约。好，那现在呢看到了俄罗斯普丁说我可以跟你谈，我可以跟你续约，那川普说不要，除非我们要谈到一个更好。那川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说现在世界上的永和大国不仅仅是美国跟俄罗斯了，他觉得中国也要来谈啊，中国也要被放到这个核武的裁减的条约当中。那中国不想跟你谈，中国觉得
你们两个国家很多，我没有你那么多，我为什么要跟你谈？你们是会打仗的，我没有，对不对？所以呢，中国不想跟这个川普谈，那川普觉得不行，我们就是一定要把中国拉进来，所以现在僵持，所以这个合约没有继续议约是这样的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川普想拉中国进来。但目前为止呢，你看到了。美国跟俄罗斯加起来，他们的核子弹头是突破上万颗的，上万颗是完全可以把这个地球炸的，这样来那样去，炸的飞到月球去，炸的飞到冥王星，炸烂掉的那个概念哦，上万颗的一个核子弹头。好，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美俄之间又没有条约了，然后呢，中国也不再跟你们谈了，所以呢，这个世界上。真的要世界末日了吗？有这么恐怖吗？好，我们来看到近来呢，关于这个核子武器呢，你一定要谈到伊朗的。伊朗呢，近来啊被大家发现到，你知道，去年这个2025年6月份，大家还记得美国跟这个以色列联手去这个空袭了伊朗的核子设施。然后呢，被炸了嘛，对不对？就被炸了。大家说，你看他在研发这个铀提炼的地方啊，那个山洞啊，全部被炸飞啊，炸烂掉啦。但你要说它就没有继续下去的一个资本吗？不一定哦，因为大家都知道，伊朗其实呢，它的这些核子设施是掘地3尺深，甚至还更深更深，那个地底下说不定就钻到地心去了，对不对？很深很深。所以呢，你这样空袭它，说不定没有把它完全炸烂掉。为什么？最近呢，你看到美国的空拍照片，发现当初被炸毁的这个地方呢，默默的出现了屋顶。什么意思？他说可能是盖起屋顶来，然后在下头不晓得把那些你炸的没有炸那么烂的东西再把它捞出来，看有没有办法再凑出一套可以继续发展他们的核武设施的东西哦。所以呢，当初被炸烂的夷平的平地的地方，现在又出现屋顶了，那你就不知道这伊朗在搞什么鬼嘛，对吧？然后呢，这个伊朗啊进来，他们也是。内政非常混乱嘛，大家抗议的抗议啊，他们政权很混乱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川普又讲了，哎呀，我又派了这个航母的舰队到中东附近去了，而且是比当初我要搞定委内瑞拉哦，那个规模更大啊，你的伊朗给我小心哦。那伊朗呢，就马上又就扯出他大哥出来，伊朗说我有中国当我大哥哦，你小心点哦，我这个2月份我要跟我的大哥，我的这个大哥中国跟大哥俄罗斯，我们要来一个这个演习。哦，这个美国我有大哥哦，一直在那感觉吹哨壮胆，但问题是你的大哥真的要挺你吗？我们来看近来哦，有非常多的分析哦，中国真的会为了伊朗，然后去跟美国正面冲突吗？似乎不会耶。伊朗呢，现在当然是非常依赖他的大哥中国，但中国似乎没有觉得，他要为了伊朗，然后真的去跟。谁正面冲突，好像没有这样的意思哦。那你说为什么？一切都看经济，我们来看经济数据哦。你看中国在中东地区，它跟比如说沙特跟阿联酋这些中东国家，他们的一个这个贸易总额，大约呢一年，2024年的数据大约是有2570亿美元。那跟伊朗呢，大概就是140亿美元，天差地远的一个经济体量。你说要为了这140亿美元的一个经济体量，然后我要付出我这个自身的国家安全去帮着你对抗美国，好像没有可能。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伊朗急了，于是呢，他就赶快把他大哥背后的人搬出来说，我要跟中国有什么样密切的合作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像近来这个伊朗的一个抗议中国帮他一个忙，帮他什么忙呢？帮他封锁了。国内的所有的通讯哦，因为呢，他们这个到处串联抗议嘛，所以呢，中国出手帮忙了。这些小忙是可以帮的，但是你说要帮你对抗美国，那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这是伊朗，但是呢，现在川普也给伊朗下最后通牒了，你的那个核子设施，你的核计划啊，我要跟你重谈，不然的话呢，拭目以待。这个之前有这个委内瑞拉啊，这个总统被这个颠到美国去带去好好受审，现在伊朗会不会这个也被同样的一个招待？不晓得，但是呢，这是目前伊朗的状况，他被卫星照片拍到，他好像呢又把核子设施屋顶盖起来，里头不知道在这个搞什么鬼。然后呢，他又说他要跟这个中国怎么样，但
川普是已经威胁他。好，那再来我们就讲到中国的一个核子的发展。为什么美国如此忌惮？是因为美国发现现在世界上在发展核武的一个国家当中，中国是跑得非常快的，也很合理。因为呢，美国跟俄罗斯他们本来就是核武大国，他们本来就一定的发展在那个地方。那当然近来你看到了，包括了现在俄罗斯他去核子的一个这个测试，然后呢，美国不甘示弱说那我也要，所以呢，可能看到2026年你会看到美国又重新开始他们核子武器的测试。那刚提到了美国跟俄罗斯他们的核子弹头呢，加起来是超过上万枚的。那中国有这么多吗？中国没有的。但中国的核子武器的研发的技术呢，追赶得很快。川普自己这样说，他说，美国自己的一些这个研究报告，他说中国的核武的发展的技术能力。光凭技术能力，5年内可以追上美国。但是呢，你说核子弹头要累积到像美国、像俄罗斯那么多4-5千枚，那倒是没有。但他们说很可能，这个到最终，他们预估很可能到2030年，中国的核子弹头可能也会累积超过3000枚。那这对美国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其实不用说几千枚了。就是1枚也是很大的威胁，对吧？那于是呢，这些技术能力跟拥有多少核武，其实呢都应该放在第2顺位来看。第1顺位要看什么？要看战略的一个这个原则在哪里。中国的战略原则最近有一个改变，这才是美国最近非常非常重视中国的核武发展很重要原因是什么？过去中国的核武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核武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武器。我没有要用核子武器去侵略别人，但是我要保护自己。那你要如何保护自己呢？它叫做快速报复的能力。之前的中国，它的核子武器的定位叫做快速报复的能力。听到报复这2个字，你就 keyword 你就知道了什么意思。有人欺负我了，我要用核武报复你。好，这个是过去中国对于核子武器的定位，它的战略是这个样子的，它是一个报复的武器。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国对核子武器的定位叫做预警及发射，因为他发现如果这只是一个报复的工具，代表我已经被伤害了，我已经被可能也是核子武器伤害了，所以我用核子武器报复你，对不对？以牙还牙。但不行，我要保护我的领土，保护我的国民，所以预警，如果我一发现已经有谁核子武器升空了，我也要立刻升空的。我不能说我已经受到了打击之后我才报复你，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战略。如果预警及发射的话，万一预警错了呢？所以呢，或者是万一美国做了什么样的动作，让中国觉得，哎呀，你可能要威胁我，我就立刻发射了呢？所以呢，当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这个大原则改变的时候，对于美国来讲，它要应对的那就不一样喽。美国可能觉得，那万一一个擦枪走火呢？万一我只是一个不小心哪边出了差错，然后中国就觉得我要这个欺负他了，我这个飞弹要射出去了，他马上已经打击我了，那该怎么办啊？所以呢，美国现在忌惮的是这一点，因为当中国的能力已经开始可以追上美国的同时，真的是一个擦枪走火，一个不小心，世界会毁灭的。所以你看到了，这是为什么中国的战略的转变让美国如此紧张。川普一定要把中国拉上谈判桌来，我也要谈，我不只要跟俄罗斯谈核子武器的如何削减，如何受到这个控制，中国也要谈，也要加入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中国之外呢，我们要带您看，现在还有一个国家的动作非常有意思，那是日本。日本是目前所有全世界国家当中唯一一个曾经被核子武器炸烂掉的国家吧？是吧？是吧？从日本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爆发过这个核子武器战争嘛，只有日本。好，那你说这么样一个核爆的受害国，他对核子武器的态度会是什么？一定是你觉得一定是避之唯恐不及？没有日本人好妙哦，他们觉得这个武器很厉害，对不对？你看当初把我们炸成什么样子，我也要拥有。好，那所以呢，你就觉得日本好妙一个国家。好，我们来看日本为什么这样说它，偷偷摸摸的正在累积它要发展核子武器的能力。日本，你要说它的技术能力可以发展核子武器，绝对可以。好，那但是它
不能够，因为呢，日本呢，我们看到它有无核三原则，就是它不拥有核子武器，它不制造核子武器，然后呢，它不引进核子武器，这个是日本的无核三原则。但是近来你看到他们一直在打破他们原则。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讲他偷偷摸摸做小偷啊？首先，好，我们看到，你知道日本它有多少的这个钚的存量吗？它有47吨的钚，钚呢就是那个做核子弹头最重要的那个元素。好，它有47吨。好，那这个日本人告诉你说，哦，我那个核能电厂要用啊。不要骗啦，核能电厂不用用那么多哦。好，那核能电厂一年呢，大概就是用2.6吨的这个钚就够了。结果它每年进口多少？它进口8吨。所以呢，他就这样偷摸，我进口8吨，8吨又8吨，然后每年用2点多吨，剩的东西全部通存起来，你到底想怎么样？好，那他现在剩的那么多的钚，你知道可以做多少核子弹头吗？可以做6000枚，通通被你做出来，你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永和大国了，你比美国、比俄罗斯都还多。那你要那么多钚，你到底在干什么？好，还不止哦，这些还是官方数字而已哦。你知道日本的黑社会最近被抓到一个这个黑道大哥，然后呢，这黑道大哥也很好笑，他真的吃了那个老实树啊。这个黑道大哥说，哦，我都在走私。人家问他说，你走私什么？走私毒品？他说没有，不是走私毒品，走私小女生，没有走私小女生，他说走私什么？走私核子材料。就说还自己讲出来，那你黑道大哥，你走私这个核子材料，走私那么多年，然后最近被抓到了，那你到底在干什么？所以呢，就看到了为什么日本要做这么妙的事。他本来偷偷摸摸，他最近呢放到台面上来了。2025年，你看到日本的这个参议院，他们做一个选举，然后一个新兴政党叫参政党，参政党呢有一个女性的一个议员。好，这个议员也很有意思，也是老实说，直接讲，他说他支持核子武器，然后他还讲核子武器是最便宜的武器，最便宜 ，CP 值又高，我只要有一个核弹头，大家都不敢欺负我，都吓歪。然后呢，他觉得这个最便宜 ，CP 值高，大家应该要赞成他。一开始只有他一个，后来越来越多的一些日本的议员都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现在呢，已经开始变成10几位的议员赞同他，赞同日本应该要这个也拥有核子武器了。你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全世界受害最深的是日本，那如今跳出来说我们要拥有核子武器的，居然也是他，所以呢，这真的非常非常的矛盾啊。那这个当然，这个日本有他们的无核三原则，他可能他的法律上也不容许，但是呢，他现在可以透过一些比较迂回的方式拥有核子武器啊，不能讲他拥有，而是说他可以在核子保护伞当中，谁保护他？美国。美国当年呢，这个炸了他，好，那现在呢，我用核子武器保护你，也蛮妙的哦。所以你看到了，日本的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美国是用核子保护伞在保护他。那当然，你看到了这个是美国嘛，对不对？这个盟友嘛，一定是这么做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了，当现在末日钟又被往前调快，你看到了，当现在2月5号之后，这个世界上可能2大永和国家他们就没有一个条约互相的牵制对方的时候，核子武器的军备竞赛很可能在2026年当中又要开始，大家互相的拉锯，互相的发展自己的一个核子军备了哦。那当中国可能本来就没有条约要它回报它到底有多少的核子弹头，那美国跟俄罗斯如果这样的一个议约也失效了之后，我也不用再时时刻刻跟你回报说我现在有多少核子弹头，这完全就是一个盖牌的一个状况，没有人知道各个国家的核子武器的底牌在哪里？这个世界会天下大乱吗？核子武器不是简单这个嘴巴上说一说，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皮子一碰讲一讲啊。核子武器呢是那个按钮按下去，一次误判就没有下一次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状况了。现在的一个末日钟往前调了，那核子武器呢这样的一个核武扩散呢，会在2026年变成完全失控的一年吗？就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近来全世界的核武的一些最新进展，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